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CCTV8黄金档，浙江卫视将播2部大剧，杨洋、杨紫，你想追哪部？5月的电视荧屏有2部古装剧几乎同时登场，一部是睽违多年的正统武侠，一部是前所未有的非遗题材。他们背后站着正午阳光和华策克顿，主演是杨洋、杨紫。这不是简单的档期撞车，更像是2种创作路径的隔空对话。5月13日晚上9点半，央视8套的次黄金档会播出《雨霖铃》。这部剧由正午阳光出品，侯洪亮担任制片人。这是以拍摄《琅琊榜》《山海情》等现实主义题材著称的正午阳光。时隔5年再次涉足古装领域，并且是第一次尝试武侠题材。故事基于古典小说《三侠五义》，但做了新的改编。杨洋饰演的展昭，不再是传统故事里那个完美的御猫，而是手握襄阳王谋反证据，被迫逃亡的孤胆护卫。他在路上遇到了逃婚的官家小姐霍玲珑，和桀骜不驯的锦毛鼠白玉堂，3个人组成了一个不太稳定的探案组合。动作戏是这部剧被讨论最多的部分。导演刘宏元在之前的看片会上透露，剧组摒弃了过度依赖特效的做法，更注重实景和传统武术套路的融合。为了呈现不同的打斗风格，他们根据雨中、船上等不同场景设计了差异化的动作。杨洋提前半年开始学习武当剑法，在拍摄一场雨中1打30的重头戏时，他完成了大部分高危动作。制片人侯洪亮用天旋展昭来形容他，认为杨洋在武戏上的行云流水和文戏中的沉稳眼神，恰好契合了角色侠之大者与悲悯苍生的双重特质。除了央视和优酷，这部剧还会在 Disney+ 同步上线，这意味着海外观众也能第一时间看到。对于很久没有出现硬桥硬马武侠剧的市场来说，《雨霖铃》的播出像是一次对经典类型的召回。4天后的5月17日，央视8套的黄金档将迎来另一部剧家业。这部剧的题材更为特殊，它被称作国内首部徽墨文化传承大剧。故事背景设定在明朝嘉靖年间，一场供墨案导致徽州最大的制墨世家李墨迅速衰败。杨紫饰演的李珍是家族8房的妖女，在家族男性或亡或散后，她打破了赚男不赚女的行规，开始从头学习制墨的36道古法工序。韩东君饰演的骆文谦是另一墨坊的次子，2人从商业对手逐渐成为共同振兴徽墨的伙伴。为了还原徽墨制作的过程，剧组邀请了非遗传承人进行现场指导。仅锤墨这一个环节就拍摄了超过2000个镜头。整个故事在安徽黄山实地取景，徽派建筑的白墙黛瓦会成为剧情最自然的背景板。杨紫这次需要演绎角色从少女到中年的近20年时光。预告片里，她从一个对制墨一无所知的闺阁女子，逐渐成长为能在墨业大会上据理力争的当家人。剧集的核心冲突不仅仅是家族内部的恩怨，更涉及整个徽州墨业与外部势力，甚至与倭寇的斗墨博弈。从制作层面看，这2部剧代表了当前国产剧2种清晰的倾向。《雨霖铃》试图用电影级的动作设计和扎实的剧本，重新激活武侠这一传统类型。它的挑战在于如何让看惯了快节奏、强情节的年轻观众重新接受相对古典的叙事和侠义精神的内核。家业则走了一条文化深耕的路径，他把一项具体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故事的核心驱动力，将商业竞争、家族情仇与技艺传承捆绑在一起。它的风险在于如何避免让文化展示变成生硬的说教，确保剧情的可看性。演员的选择也反映了这种差异。
杨洋近年通过《你是我的荣耀》等剧巩固了其市场号召力。出演展昭是一次向正统表演和体力挑战的回归。杨紫则在《长相思》之后，再次选择了一个时间跨度大、成长线完整的角色，试图进一步拓宽其演技边界。播出平台的安排也颇有意味，与林玲放在央视8套的次黄金档，但享有优酷的全网独播和 Disney+ 的海外同步。家业则占据了央视8套的黄金强档，并与爱奇艺深度绑定。这或许是平台对不同题材受众和播出策略的一次评估。观众的选择变得简单而困难，是跟随展昭的剑走进一个雨夜竹林、雪地追凶的江湖世界，还是跟着李真的手去触摸一块墨定从松烟到描金的温度？前者关乎道义与选择，后者关乎传承与生存。